嗨，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这次东京行去探的一些鞋店。基本上这次的行程主体是演唱会，而鞋店参观的部分呢，就是照我自己平常在看的品牌，以及疫情这5年来接触到的一些日本品牌店为主，可以说是简单的探店之旅，以及限量发售的体验。行程其实非常的松散，算是以休闲为主的一趟旅行。影片的最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在日本买鞋的心得想法。如果你喜欢 Leo 的影片，也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收更多新鞋发售的消息。通常我的行程安排呢，都是会先在 Google Map 上面做一个清单，把想去的地点呢或是店家先标记起来。当临时到某一个地方要找点时呢，也可以很快的知道说这附近有什么想去的店。第一天抵达日本的饭店 check in 完之后，因为这一天下大雨，而且离一般店家晚上7点关门的时间只剩下3-4小时左右，所以就临时安排先到 New Balance 的 Tea House。New Balance Tea House 的所在之处呢，算是跟其他鞋店都不顺路的地方，所以要来的话呢，一定得独立安排。New Balance Tea House 的前身呢，是一座古老的仓库，目前是日本 New Balance 最高级别的店。有想到日本 New Balance 朝圣的朋友呢，一定要安排这个店。老实说，走到 Tea House 的门口时呢，真的让我惊呆了。或许是因为雨天的关系呢，天色很昏暗，它就是路边很不起眼的一栋白色建筑物。进店之后呢，有一股木头的香味。内部的陈列呢，中间是以最新发售的限量鞋款为主，两边有 Tokyo Design Studio 跟 New Balance 的服饰，以及最新发售的美制款式。整体内部的面积不大，甚至会让人觉得说这是一家非常小的店。商品陈列的部分呢，可能不到20平，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大家都会开广角来拍摄，才能让内部的空间看起来比较大。如果你想找一些日本刚上市的限量款式的话，这边是很值得来参访的一个点。接着前往上野的阿美横丁，如果你想捡一些便宜的话，那阿美横丁里面的鞋店呢，往往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价格。在日本有很多分店的 AB Smart 呢，其实会是买一般普款的首选，尤其像是 Adidas 很多一般发售的款式呢，可能你在台湾的网购平台用了折价券之后，已经2000多，算是非常便宜了。但是到日本的 AB Smart 一看呢，会发现这些一般发售款可能连台币2000都不到。若是 Grand Stage 等级的店呢，还会贩售 New Balance 的英美制以及亚瑟士最新的款式，品项都很齐全，算是很值得一看的连锁鞋店。在阿美横里面的 Yamanote 呢，也是一家捡便宜的好地方。这一天虽然下雨，但是1楼挤满了观光客。2楼的话呢，陈列的则是 New Balance 以及一些流行的潮牌，也算是在疫情期间我认识的一家好店。有来上野的话呢，路过也可以看看。我相信有在注意日本鞋店的话呢，应该都会知道 Mita Sneakers 他们的鞋子的实拍呢都很准确，不会有过多的美化。他们的店呢其实就在阿美横里面。1楼的话呢是直接把鞋子挂在铁网上面，吊牌也让人一目了然发售价格是多少，而且各个厂牌的鞋都有。在最里面的那面铁网上呢，有各种超杀价格的零码出清，例如说990 V6只要4000台币而已，而且也不只会有限量款式出现在这一区。内侧铁网零码那一区呢，店家是禁止拍摄的，来店的话呢要特别注意。2楼的话呢，则是他们鞋店的真正主体。我来的这天呢，外面陈列的是最近他们跟 New Balance 推出的580联名款式，内部店头的部分呢也都排列得很整齐，而且也有些潮牌的袜子在贩售。这边也是他们录影拍片的地方。在拍摄前呢，有先询问店员，他们表示2楼店内的部分呢，拍照的话无妨。有来阿美横的话呢，真的很推来 Mita Sneakers 挖挖宝。我就在这边呢捡到 New Balance 475元主灰，不到台币2000。第二天的话呢，就要直接进入东京潮鞋的主战场元素了，因为大部分的鞋店呢都是11点才开门。如果你比较早来的话，可以先到明治神宫走走，或是到竹下通去，有一些甜品饮料店呢会比较早开。这天我在明治神宫参拜完之后，出来的地方呢是比较靠近千驼谷，于是呢就先到 Atomos 的千驼谷分店。这家分店呢算是 Atomos 比较特别的店点。1楼呢是咖啡店跟展示区，可以在柜台呢点杯饮料，再好好的欣赏他们的展览。这天刚好在这边的展览是 New Balance 的历代580。如果你之前有看 Atomos TV 的话呢，大概就会知道说在580的特辑里面， Atomos 的 Coach 商直接跟 Mita Sneakers 的 Kuni 商借了历代的580在这边展览。中间地下呢则是 Atomos 将在11月中下旬所推出的580新
新联名款。这一天呢，我也点了一杯特制的580冰淇淋，好好的感受一下被民鞋群所围绕的安静氛围。虽然那是我不曾经历过的 New Balance 年代，但从访谈之中呢，也可以感受到属于那个年代的美好。而去年复刻的580呢，老实说也没有被新生代的市场所接受。其实新版的580呢，非常的好穿，而且很多都直接打入 Outlet 了，真心推荐呢，一定要去试穿看看。2楼则是 Atomos 的店面呢，在这边有一整面的鞋墙之外，另外一侧呢也有他们选物的潮牌服饰贩售，鞋子的种类跟尺寸呢都非常的齐全。这边离元素的一级战区呢是有比较偏远一点点，但是有空的话呢，可以来体验一下这独特而且悠闲氛围的空间感。继续往元素的路上呢，会经过一家很特别的 Beams， 不过因为这次呢不在我的参观 list 上面，也就没有特别的拍摄跟停留了。如果你是从竹下通到明治通的话呢，其实会遇到的第一家鞋店是亚瑟士的元素旗舰店，而 Sport Style 分类的大门呢，就正好会是在竹下通上面。亚瑟士的旗舰店呢，简单的说就是会有很充足的品项，在 Sport Style 这边呢，大概主推的款式都会在墙上陈列，而最新发售的款式呢，也会在中间的展示区上面，让人一眼就看到。而另外一侧呢，是属于运动专门的部分，包含各式各样的跑鞋以及专业的运动服饰。蛮多观光客呢，可能走累了就直接在中间的区域坐下来休息。整体的感受呢，就是店很大间，品项很多，这样没有其他特别的想法。因为这天晚上呢，我还要去看演唱会，不想提着鞋子大包小包的，所以就决定过2天限量发售的时候呢，再来这边采买。从竹下通的路上呢，再往下走去大马路，就可以看到对面就是 New Balance 的元素旗舰店了。老实说，隔了5年再站在这个路口呢，其实心情是蛮复杂的。疫情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很多很多。New Balance 的元素旗舰店呢，现在1楼是热门品项以及大股商品的专区为主。目前刚好有150年35周年展览，所以进店呢就可以看到11月下旬要发售的 U1500这一批限定款的展示，也包含限定要会员才能参加抽奖的特殊蓝版本。而23楼的话呢，则是以 Lifestyle 跟 Performance 系列为主，因为跟台湾的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边。不过我在整理影片时才想到说 New Balance 的元素旗舰店呢，有卖一款很好用的鸡皮清洁擦，有来的话呢，也记得可以采买一下。而4楼的话呢，现在是英美制专区以及咖啡店。老实说，展示区域呢，可能为了有效活用店内的面积，跟5年前比起来呢，变得比较小了，大概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区域。而且现在英美制的展区呢，在美国都是固定的装潢形式，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比较意外的是，饮料贩售区又被放回来了，这边怕店员会入境，所以就没有特别的拍摄。在电梯口这边呢，则是会有一个纪念1500发售35周年的展区，然后说非常小的一区，就放了几双鞋，还有当年上市的 DM 这样。墙上的电视墙呢，播放的是日本 New Balance 特别制作的影片，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可以连到日本 New Balance 特色的页面进行影片的观赏。整体我会觉得说，如果没有要买一些日本专有的 MET24 系列或是 Tokyo Design Studio 的服饰的话，其实不用特别来看啦，台湾的店呢就差不多都有了。在 New Balance 的旁边呢，每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转售平台 Sneaker Dunk 的门市。这边的店面呢，有直接陈设了一些尺寸的限量款式，应该是可以直接购买的。出店后呢，也可以看到对面有一家很大的 ABC Mart Grand Stage， 因为没有特别要买什么，所以这次也就没有特别进店去拍摄。接着来到一级战区的巷子里面，在香水名牌 Lulabo 的斜对面呢，就是很有名的 Billy's Tokyo。我想有在关注日本潮店消息的话呢，对 Billy's Tokyo 呢应该也是不陌生。店内呢也是各个厂牌的陈列都很完整，包括 New Balance 的英美制。先前有不少网友回报说 Kano's 是 Queen Break 在补货的时候呢，直接在这边就用原价入手。有了元素的话呢，也请一定要进店看看。在同一条巷子里呢，也有其他的鞋店，像是 Kickslab 以及来自新加坡的 Limited 的 EDT。不过我看他们加上的价格呢，好像有些特别款标的都是2-3倍的转售价。有想找限定款的朋友呢，也可以进来里面挖宝看看。沿着明治通再往下走呢，就会遇到表参道，这边呢各式名牌林立，在巷子里面呢也有很多潮流的品牌。不过这次呢，我只想看鞋店，就没有特别逛这区了。在表参道的旁边呢，有一家 Atomos， 经过就可以闻到一股很香甜的味道。本来没有想特别进店的，但也让我好奇的进去晃了一圈。旁边路上呢，有一大堆人在大排长龙，心想是什么限量发售吗？后来才发现，原来大家排的是一兰拉面啦。
因为这天时间还很充足，所以就决定不搭车，直接从原宿往涩谷走去。目标呢是在宫下公园的 Kiss Tokyo。宫下公园呢也算是疫情期间在东京新开幕的购物中心，本身呢是由北跟南2座建筑物所组成。Kiss Tokyo 呢就在南边的这栋建筑的1楼。来的时候呢是需要排队才能入店的。观察了一下人流呢，其实不用等太久。进店的右手边呢是服装跟一些精品的贩售区，大部分呢你在 Kiss 网站上面看到的服饰呢，在店内几乎都有现货贩售。只要跟店员打声招呼呢，他们就会安排你去试穿，慢慢的挑选。这次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初蜜系列的行李箱，因为这边呢有很多人，所以就不太敢拍摄。而店的左手边呢则是潮鞋的贩售区。老实说看到这么多鞋呢是有点头昏眼花，尤其刚进来时的那一道高高的鞋墙呢，害我都忘了留意加上有没有先前 Kiss 的联名可以捡。这趟东京行呢，我有3天都跑来 Kiss Tokyo， 这道墙的摆设呢就换了2次，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心力。这边呢也特别提醒有到 Kiss Tokyo 的朋友呢，可以打开你的 Kiss App， 解锁3个关于东京的 Moments，可以拿到850点的 Loyalty 点数，差不多呢就是买2双 Kiss 美制鞋可以拿到的点数。而在楼上呢则是有 Kiss Kids 以及 Kiss Treats， 不赶时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吃个甜点再走。我来这时候呢刚好在宫下公园这边呢有一个 YOASOBI 跟亚瑟士的联名展览，除了 YOASOBI 同款的鞋子之外呢，也有一些他们演出的照片以及 Quantum Kinetic 的展出。在这边呢，有一台罗野 3D 的 Quantum Kinetic 展示机，可以利用 3D 捕捉的方式来控制鞋子，还蛮有趣的。而第3天呢是 Kiss 跟 New Balance 联名的 Numeric 480发售的日期。前一天呢有先确认官网上的讯息呢，是在开店前会开放扫 QR Code， 让想购入的人呢进行投钱。不过发售当天呢，我又再确认一次网页，这时才突然看到原先的网页又多了几行字。扫 QR Code 呢是有限制在早上9点前在店门口开放的。看到网页的这时间呢是早上8点50分，我还躺在饭店的床上。等到开店的时候呢，其实抽签的人潮也早就散去了，再加上呢可能鞋款没有想象中热门的关系呢，所以这一天并没有看到很多店外排队的人潮，反而是想购入的人呢必须在店内指定的地方排队，队伍呢大概不到10个人。虽然说本来我也没有打算购入这次的联名，但是错过 Kiss 的抽签体验呢也是略微感到有些沮丧，所以中午呢我就到 Hubs 去吃午餐跟甜点了。这天的下午呢其实也没有特别想去哪里，每天呢都很早起，其实也蛮累的，所以就安排了到昭和公园去走走踏踏青的超健康行程。对，我就一个人在公园里面边走边晃了整个下午，而整个下午呢还走不完公园的一半，真的是有够大的一个休闲场地。如果不赶时间花，非常建议来这边看看。第4天呢是比利时跟亚瑟士联名的 GONY11发售日，一早呢我就到亚瑟士的元素店外等着要拿号码牌，就蛮意外的，只有我一个人到场而已，所以就没有体验到日本鞋店抽签发售的现场感。同时呢我也把这一趟来日本就想买的 Kiko Kano 20一起购入。虽然说联名发售呢应该要去比利时那边买，货量会比较充足，那会想在亚瑟士这边买呢，主要是为了累积 OneASICS 账号的点数，1点可以折1日元，其实也不无小补。接着往银座移动，除了吃甜点的行程之外呢，也顺便想参观一下银座这边的潮鞋店。那第一次来 Dover Street Market 的，老实说非常的新奇，这边他们选品的潮牌非常的多，而且每个品牌呢都非常的有个性，包括像是我们常听到的 Miu Miu 跟 Junya Watanabe， 而且也有卖 CC Bonson 联名的最新款式。虽然说鞋子专卖区呢只有在某一层楼的2面墙，但意外呢在这边发现 Whole Studios 的 Kano 20联名现货，而且退税价呢只要台币5000，真的是惊呆我了。有看我 IG 的朋友呢大概就知道说我们在官网订购价格呢是大概8000台币含税啊，
这支很3000的价差呢，已经可以再吃顿好料，或是说买双普款的。另外呢，在 Dover Street Market 楼上呢，也有 Nike 的专卖店，如果想看的朋友呢，也可以顺便的晃一下。看完 Dover Street Market 之后呢，就前往银座的亚瑟士专卖店。不过这家呢是运动专门的店面，所以就没有特别的拍摄。如果想买 Sports Style 款式的朋友呢，也不需要特别的跑这一趟。在银座这边呢，除了有最大的 Uniqlo 旗舰店之外呢，也有 MUJI 的旗舰店跟饭店。有来银座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逛一逛。接着呢，就是这次东京行所看的最后一家鞋店的 New Balance 的银座店。虽然说整个内部呢只有2层楼的空间，不过这边的品项呢，其实并不输给旗舰店等级的店面。1楼呢是以运动鞋款跟服饰为主。2楼的英美制鞋墙呢，也是该有的都有。有来银座的话呢，也很建议来这边晃晃，体验不同的店面风情。那这次在日本呢，我总共购入了3双鞋，包括 Billys 跟亚瑟士联名的 GO-NYC、Kiko 的 Kayano 20以及 New Balance 475原主灰。虽然说鞋子3双呢并没有很重，但整体呢还蛮占空间的。3双呢差不多就把我的行李箱占去了一半，何况呢我还把雨鞋盒也一起带回来了。那因为汇差的关系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到日本买鞋是相对的便宜，很多款式呢都直接跟台湾买会有1000以上的价差。但如果不是限店发售的款式呢，其实只要在台湾的经销商有铺货的普款，也可以利用商城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拿到还不错的折扣价，价差呢可能比到日本采购还要多，而且也不用放到行李箱里面把它们运回来。那对于日本旅行的看法呢，老实说在疫情之前呢，我都是以一个哈日族自居，很多生活用品呢都需要从日本搬回台湾。但是经历了疫情这5年的洗礼呢，除了练就一身从各国网络商店订货的功力之外，对日本日用品的依赖性呢也降到了最低。这也是为什么开放旅游那么久以来呢，我一直都没有特别安排出国的原因。以上呢就是这一次东京行所看到一些鞋店分享。如果说有任何的想法或是其他的好店推荐呢，都欢迎你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别忘了帮我的影片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受更多新鞋发售的消息。那我们下次看见，拜拜。